你是卖花女，阴差阳错嫁给了侯府世子，经历虐身、虐心、流产后，他就会彻底爱上你。可我是男的。好的，你是卖花郎，阴差阳错嫁给了侯府世子，经历虐身、虐心、流产。怎么流？你倒是教教我，男人要怎么流产？我一觉睡醒穿越了，有道脆生生的声音还一直在我脑海里响。欢迎宿主来到霸道世子俏花娘的世界，只要在这里完成剧情寿终正寝，就能顺利回到现实并领取大奖哦。首先，你的身份是卖花女。我是男的。好的，那你的身份是卖花郎。为什么要卖花？我就不能卖点更有男子气概的东西啊？鸟的脑袋怎么会开花？因为你的设定是柔弱纯善的良家子，卖花更能凸显这个气质。我的这个是为了配你。这个是性格设定，跟外貌没有关系的。行吧。我单手推着花车，抽了根草叼在嘴里，大大咧咧的上街卖花。我逮到一个卖一个，不买就直接亮拳头恐吓，路过条狗他都得收根狗尾巴草才能再走。于是不到1个时辰，我就直接收了摊。唉，怎样？够不够纯善？够不够柔弱？那个宿主不要急，我们可以改一下设定的，改成外表粗暴鲁莽，其实内心温柔细腻的，怎么样？是男主，他不出现！男主情死我啊！他中了情毒了！快，宿主，快点！快，宿主！只要你以身相许，给他写媳妇！不，别反了！你在干什么？给他解毒。不是这样解毒的呀！给男主洗了个冷水澡后，我把他送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馆。毕竟他要是真以这副纯情荡荡的模样死在路边，那就太有碍市容了。男主，我的男主。期间，系统还妄图洗脑我给他献身。谢谢哈，虽然我能接受同性，但是半死不协的家伙实在是让人提不起兴趣。哼，更何况以现在这种情形，到他赢我。哎呀，这公子中的可是西域情毒，奇得很，一般草药没效果的。奇得很，有多奇？相当罕见。看来只有以身体为解药，才能帮这位公子渡过难关了。他一边说一边暗搓搓的看我，我怀疑他跟系统是一伙的。老先生去过西域？不曾去过，只略有了解。略有了解就能对这么罕见的东西一清二楚？你有点东西啊！天哪，你不会是西域派来的卧底吧？
天哪，这位公子不会就是你害的吧？啊，这怎么就扯到那方面了？宿主，你要去哪儿？男主还躺在这儿呢。我要报官。我觉得你这个医馆有问题。老夫清清白白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他中的西域来的毒还是特别罕见的类型。京城出现了这种东西，找官府报备是每个百姓应尽的义务。小哥留步，小哥留步！其实这毒也不是很罕见，老夫能解，老夫能解的。这不，男主的危机不就能解决了吗？料理完男主，我正往我那四面漏风的破草屋赶，系统却在我耳边叽叽喳喳叨叨个不停，不遗余力的蛊惑我。宿主，我们就这么走了吗？不等男主醒来吗？其实等他醒来，我们就可以告诉他，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的，这样你就可以嫁给他。敬谢不却。为什么呀？书中世界里，你跟男主是注定要在一起的。虽然一开始他会讨厌你，觉得你是贪图富贵之人。虽然期间你会被虐身虐心加流产，但是只要时间久了，他就会被感化，和你先婚后爱，然后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现在这种剧本很流行的，如何呢？宿主，你就顺着剧本走嘛。男主可是侯府世子，有权有钱，朝廷新贵，而且超帅的，又高又大，身材一流，性格也很好，多优质呀！哪怕你是男人，也不吃亏的。侯府世子？对啊，对啊。家里有爵位要继承？是嘞，是嘞。那他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不怕绝后吗？宿主，宿主，你为什么要卖房子啊？卖掉了房子，男主以后还怎么找你啊？为了跳出系统预设的剧情线，第二日我便去了雅好，打算卖掉房子，然后从此天高任鸟飞。可哪知刚到巷口，就被一辆豪华马车堵住了路。昨日是你救了本世子。嘿，褪去了一脸纯情，原来这小子长得还真不错，比我高，还比我帅。总之，虽然你救了本世子，但是不要妄想你不该得的东西。你要等我纠结几天，然后我才能来提亲。不用，给点钱，一次性买断就行。哼，虽然你装出这副不在意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你内心肯定很难过。我难过个头啊！你懂点人情世故行吗？我手都伸老半天了，怎么还没表示啊？他果然有些手段。哼，男人，记住本世子的名字，本世子叫顾长霄。接下来只要等着与顾世子偶遇，相信你们的感情很快就能升温，然后成双成对啦！小嘴巴，别说话！小气鬼1分钱感谢费都没给，我正窝着火呢。第3日，我顺利卖掉了房子，上交了地契，卷起全部家装，搬去了郊外。剧情也偏离得太离谱了。本以为远离了京城，
就摆脱了剧情设定。哪料这是怎么回事？宿主，这是世界的修正之力，为了让你们俩修成正果，就直接让顾世子送上门来了。挑个好点的时间行不行？现在深更半夜的，突然一个血丝呼啦的人倒在门口，真的很吓人。而且送这么个大雪人上门，这世界的修正之力是想干嘛？他伤得好重，看着就很疼。当然是为了让你给他包扎伤口，照顾他的身体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日久生情啦。哇，安排超甜的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说实话，小腥味太重了，我有点想吐。宿主，你就不想看看腹肌吗？这能看吗？算了算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自己也有。那胸肌也行，随便摸的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种情况就应该尽快找大夫。顾世子是被仇家追杀了，找大夫很危险的，万一被追杀他的人发现……对啊，万一被他的仇家发现，那就糟了。宿主终于听进去我说的话了。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报官，免得拖累咱们。等将顾长霄送去官府后，系统也就彻底失去了蛊惑我的力气。他看起来似乎已经做好了跟我一起在书里默默无闻的打算。然而等再次见到顾长霄后，他又满蓝了。是男主，男主他又来了，我的剧情还有希望。真不愧是男主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竟然短短10天就能生龙活虎的来找我了。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，谢谢啊。这次他看起来正常了不少，所以我也愿意跟他好好说话。不客气，发现可疑情况就及时报官，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。没错，当时情况很危急，没想到你如此聪慧，果然与众不同。这样，我觉得你人不错，不如你就跟在我身边，好不好？成啊，那每月几刀钱？有休假吗？包吃住吗？你怎么这么庸俗，满脑子都是钱？不然呢？不是你们的男主都这样吗？净说些何不食肉糜的话。我一个小老百姓不问钱财，难道跟他谈理想吗？这种时候就是要谈理想才能拉近关系啊！宿主，你行行好，珍惜这次机会，好好跟他谈谈，行吗？要谈这个是吧？行啊。世子爷是当官的吧？给朝廷效力的？当然，本世子可是。那为什么天底下还有我这种小老百姓，吃不饱穿不暖？你们一天天的上朝都上了些啥？今年收成怎么样？赋税税率合理吗？收上来多少了？下边的人有没有暴力执法呀？那个，等一下，我是礼部的，你刚刚说的那些是户部的活儿。哦，怪不得，原来是管祭祀和礼仪的。可礼部怎么了？领部也不是你逃避的借口啊！苍流时才能知礼节，你根本就是尸位素餐，不管民间疾苦，还堂堂君子呢。你做到每日三小无身了吗？你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了吗？你没有，你还在这里跟我一介平民斤斤计较薪酬。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怎样的？你一个上位者来的这一路上，你关心过百姓的地里都种了啥吗？你说，我住嘴呀，宿主！男主都要被你说哭了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不是你要我跟他谈理想的吗？我没让你这样谈啊！哎，你真的好不讲理，你。
礼部管不了那么多，会被御史台参僭越的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应该待在礼部，虚度光阴？啊？其实我也不喜欢礼部，我最向往的一直是兵部，但是父亲却说现在国泰民安，当兵的没前途。这个看你自己吧，也不必事事都按照老人家的期来做。如果你真想当将军的话，真的吗？我可以不按照既定好来，哪怕不被看好。谁敢不看好兵部啊？你这文设定太有问题了。哼，国泰民安是好事，但还是要居安思危嘛。如果因为天下太平就疏于练兵，那遇到突发情况该怎么办？你简直说的太对了。抱歉，之前总是凶你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挺好的，真的。但我还不能很好的控制情绪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有些时候就很容易失控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一会儿支棱一会儿软的。可我会改的。你觉得我可以做好一个军人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干啥都会成功。拜托，你可是男主，有光环加成的。谢谢你的提点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我这就回家找父亲说清楚，哪怕从小兵做起也没关系。这也行？不愧是宿主，手段果然高明，男主竟然就这样被你收服了。但他还是没给钱，小气鬼一个。这样的人我是不会喜欢的。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来着？宿主，你有一个很纯善柔弱的名字，叫刘西西。我叫刘西西。我知道了，日后再会。小气鬼，还是没给报酬。男主办事就是快，顾长霄还真转去了兵部。可能是真的感兴趣，他对自己的新工作非常上心，上心到几乎日日都写工作小结跟我汇报。给。我去当值了。太要命了！我是什么大官吗？这都能给我看？我不看也不回，时间一久，他大概反应过来，竟然改成了给我送东西。给你。行吧，看在他那么懂人情世故的份上，跟他聊点不涉及军事机密的话题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很快就有新角色登门了。你就是那个狐狸精？就你这么个平平无奇的货色，是怎么敢勾引长霄哥哥的？
不是，这妹子谁啊？这是原文中的恶毒女配哦。宿主，从现在开始你要走虐片路线啦！喂，告诉你土包子，本小姐可是跟长萧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，我们早晚是会在一起的。哦，恭喜恭喜，百年好合。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哼，狐妹子。我？狐妹子？那个，你要实在没有其他事儿，就……救命啊！非礼啊！我去，大意了，那位的战斗力有点强啊。顾世子，此人轻薄良家女子，本官是按律将其收押的。此事是绝无可能，他绝不会轻薄女子，因为他喜欢的是男人。我不喜欢这个混账！这种事是能当众说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喜欢的，你们继续。唉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大人，您是不是该断案了？